ETF 通过后，比特币会怎么走？比特币会取代黄金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之前所开的这2张多单，我们的入场价格呢没有被改变。那我们的仓位其实真的开的是不大的，用不大的本金可以跟我们开出一模一样的仓位。不过呢，我们吃到了一段相当可观的利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以太坊呢，基本上已经吃了40%的涨幅了。那么比特币呢，我们也吃了$7000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以太坊是赚着18颗，再加上前面赚的3颗，已经赚了20多颗的以太坊了相加起来呢，已经将近了200万台币。那么下面比特币呢，我们这张单子是小年夜才开的，现在也已经产生了140多万台币的收益了。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寨币的部分呢，我们现在依然是持有的之前的仓位，这个仓位其实真的开的不大，$2万而已。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本事可以开出这样的仓位价值的。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利润呢运行的非常好，这总合起来呢，有大概接近$3万，非常非常接近$3万的利润呢。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也可以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这2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互不影响。首先，我们要了解比特币，我们就必须先看一下黄金，因为黄金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特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黄金。其实黄金呢，你可以看到它在过去一直在上涨，这没问题它从每盎司$36.5，我们当时在1970的时候，1970每盎司黄金$35但直到我们当前的今天呢，每盎司黄金已经值$2000了。虽然说黄金在过去的这50年之间呢，创造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涨幅，但是它的涨幅呢，都是集中在关键的几年，少数的几年。你可以发现呢，我们黄金我们第一段涨势都是集中在这2段。你可以发现呢，一开始就在这个位置，前面有一段涨幅，后面有一段涨幅，这2段。那这2段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你可以发现第一段的时间点大概是从1970年开始，然后呢一直到1974年结束。然后我们的第2段涨幅呢，大约是从197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1980年结束。所以等于说我们走了10年的牛市。走了10年的牛市之后，大家不要以为黄金它的涨幅呢分布是很平均的，并没有。我们后面涨了10年的牛市之后，我们后面又震荡下跌了20年，从1980到2000年，基本上黄金的走势就是震荡下跌的。等到我们2000年的时候呢，好，我们下一波涨势它又开始酝酿了，然后直到疯狂的上涨，到了2011年的时候，到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这段涨势它才算结束。那这段涨势呢，它也大约持续了10年之久，等于说比特币的牛市呢，基本上就是以10年为主然后呢，我们到了$2000之后，2011年我们就到了$2000了。黄金直到现在还是$2000，就表示我们在过去呢基本上是没有产生什么涨幅的。等于说我们在过去的这50年涨幅都集中在这20年当中，这里10年，前面10年，后面10年。那其实上涨呢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其实黄金呢就会被大家作为在有风险的时候规避风险非常好的资产。你可以发现1970年大家会想起什么事情呢？没错，就是石油危机。中间的第一段上涨呢，就是我们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战争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然后呢，我们第2段的上涨就是发生了第2次石油危机。第2次石油危机大概是在1979，也跟这个涨幅的时间点呢是吻合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后面的这一大段牛市，它走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中间没有太大的回调。大家知道是由于什么事情驱动吗？没错，就是由于黄金 ETF 通过了，黄金现货 ETF 通过了。黄金现货 ETF 一通过，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呢涌入到黄金当中，因为资金要进入到黄金呢，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的，透过跟股票一样的模式就好了。当时
我们在2004年的11月，我们通过了黄金现货 ETF， 通过之后，黄金呢它就开启了我们这个非常狂暴的大牛市。那你说前面上涨，它当然是需要一些酝酿的，或者是说呢都会有一些风声走漏。那我相信比特币呢，其实现在就在走这个大周期当中。你说未来，其实比特币我相信它未来会有非常不可思议的涨幅，但是涨幅呢都会集中在少数的几年。像黄金50年的上涨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20年当中，剩下的30年都是没有什么涨幅的。那其实我相信比特币呢也不会例外。那我们现在要好好把握 ETF 通过的这一轮大牛市的机会。好，那我们再看回比特币吧。比特币呢，它即将我们在接下来就要进行减半，而且我们 ETF 也通过了。我相信呢，比特币它会走出我们这支日线它会走出在周线上，甚至在月线上会走出类似我们黄金的行情。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绝对还有时间可以发酵的。那再来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如果说未来比特币它取代了黄金，那么比特币它可以到多少价位，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呢，比特币它最终是会取代黄金呢？其实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像是在1970年或者是2000年代呢，那么大家玩的就是黄金，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呢，到了2010年代，还有2020年代，我相信时代呢，它会慢慢走向比特币这边。时代都是会更替的，而且时代更替的速度呢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快了。那其实比特币它绝对有等同于黄金的属性，而且呢，它还有很多黄金没有的特质。比如说，黄金你要携带，哇，黄金很重你真的要，比如说100万美金可以换得的黄金，那是很重很重很重的，一个人一定是搬不动，要很多人来搬。但是比特币呢？哪怕你是1000万美金、1亿美金价值的比特币，都是一组密码可以解决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出国啦，你要逃难啊，你要到什么地方，你要到国外，你要带黄金，很困难因为有海关的问题嘛，或者是说你要托运等等，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你要汇款什么的。但是如果是比特币的话，哪怕你在台湾，哪怕你在美国，你只要记得同一组密码，你都可以取用你的比特币，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特性。而且呢，比特币都是匿名的如果说你是黄金的话，还有可能有被偷被抢的可能，因为这是实物嘛。但是比特币呢，别人是非常难偷的。如果你的私钥只要不泄露，比特币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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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盗取的。所以比特币有太多好的特质，而且它是匿名的。你只要记得这组密码，就绝对没有人你只要没有说你是谁，那就绝对没有人可以知道这笔钱是由谁拥有的。就有点像我们到目前呢，我们也一样找不出中本聪是谁一样这个就是比特币匿名的特性，真的太好了。而且呢，确实它这样也会成为诈骗的温床但是这些特性，我相信都是现在所需要的，尤其呢是有钱人所需要的如果说是他也没有多少钱的话，那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些特性。但是呢，比特币它就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所以我相信比特币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黄金，它在未来一定会取代黄金的。那你可以看到现在黄金呢，它的 market cap 也就是市值呢是13个trillion trillion 就是兆，或者讲个接地气的说法就是万亿，13万亿13兆的市值当然单位是美金。那么比特币呢，现在的市值大概是1兆美金，1万亿美金。所以如果以比特币当前的价位，我们要成长到13兆的市值的话，那么我们会需要把比特币的价格推升到现在的13倍左右，也就是大概60-70万美金一枚的比特币。当然这是长期的目标价格，等到什么时候比特币超过了黄金，那么比特币就会来到这样的市值而且比特币呢，我认为其实是真正的私有资产。什么是比特币呢？比特币就是真正的私有资产。你说法币它私有吗？它不私有的，因为法币它都是国家赋予它价值。如果国家没有赋予它价值，用公权力赋予它价值的话，那它充其量就只是一张纸而已。你说房地契有价值吗？那个也是政府赋予它的价值政府赋予这张房地契，或如果说发生战争或者说等等的，那其实这也都不保值。但是比特币就不一样，尤其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变乱的话，那么我相信比特币的价值它就会慢慢的被显现出来它就会慢慢被显现出来，因为它才是真正的私有资产它甚至比黄金都要来得好的太多太多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其实还有很多家公司啊，比如说Microsoft 啦、Apple 啦，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头几名的大公司啊，基本上清一色都是美国的公司啊，但在这里呢，有一家台湾的公司TSMC 台积电，居然市值超过了特斯拉。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每个国家呢都会储备黄金，就作为他们的储备资源哦。那其实现在呢，拥有最多黄金储备的其实就是美国，而且这个美国的碾压呢，它是完全是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美国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呢，就是地球已探明的黄金储备的40%。那你可以观察到呢，这个是美国是第一名，其他就比较后面了。那其实，在上面呢，在这个如果算上机构的话呢，你是找得到台湾的了，就是在这个13，可能12、13、11、12、13的这些排名里面的你是找得到的。那当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比特币它取代了黄金之后，比特币它也会被各国政府作为储备资源。如果到那种时候的话，那我相信比特币会就是7位数一枚的比特币，7位数一枚的比特币，当然这是长久的目标啊。不过我自己相信，绝对会有这天来到的。而且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你可以观察到，包括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前几大公司都是美国的企业，然后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是碾压全球。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就是其实美国呢，它已经在布局比特币了。现在哪一个政府他敢公开的说他持有比特币？没有，只有美国，因为美国已经在布局比特币了。你可以看到美国呢，现在政府拥有超过了20万颗的比特币，价值就是50万美金20万颗，这已经是比特币存量的1%了比特币总量流通量的1%了，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其实美国政府已经在布局比特币了。那我相信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有时候这个时代的趋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去抗拒它，我们也不用对它反感，我们接纳它就好了。我们只要接纳它，接纳这个新的概念。比如说网络刚出来的时候，没有接纳网络的这群人，现在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比如说网红，比如说影音刚出来的时候，不接纳的人也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所以当比特币呢，现在在风口浪尖上，我们不用去排斥它，也不用对它感到反感，我们就接纳比特币就好了，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好，那我们再最后来看一下其实我相信黄金比特币超过黄金这个是势在必行的只是它需要时间发酵毕竟大家的印象呢已经很深入了。你可以发现最近所有比特币 ETF 都是在净流入了，当然除了 GBTC 是比较特别的，但所有的比特币现货 ETF 都是有资金流入的。但是黄金的 ETF 呢，以前呢那简直是太火了，在2000年刚出来的时候，有多少资金涌入到黄金的 ETF， 导致黄金暴涨。但现在呢，一整年统计下来，黄金 ETF 的资金是在净流出的，所以我相信这个转变已经相当的明显了。我相信比特币最终是会干过黄金的。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了，如果说你想要我们赠送周边的话呢，你想要拿到这个杯子这是 shake 杯啦，shake 杯就是调制饮料的。如果你想要这个杯子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免费送给你的，世界各地都可以寄，再远的地方，北欧我们都有寄过。你只要分享我的影片，然后到群组里面，并截图给助理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shake 杯了非常感谢你，拜拜。